作为米其林3星餐厅的主厨，梁经纶绝对是个另类。这个40岁才转行做厨师的前防噪音工程师，只用了6年时间就入榜米其林，并从2014年起持续摘得米其林3星。其實好多嘢做嘢係通嘅，你做嘢、煮嘢又係創意，全部都係創意。創意是梁經纶餐廳的靈魂，可能正是因為沒有受過任何正規訓練，梁經纶的菜單裡總能看到意料之外的居心。他希望超越客人之前體驗的口味邊界。我係廚魔，魔咧就中意反人嘅，原本係凍嘅就係熱嘅，甜嘅就鹹嘅。這是味覺的魔法遊戲，菜品只有吃進嘴裡的那一刻，才能真正確認它的味道。運用膠囊技術，將海藻酸鈉和鈣反應，形成一層薄薄的膜，包住高湯的一道美食，美貌中暗藏智慧。你估呢個咩嚟㗎？呢個係我嘅分子小籠包。咁小籠包咧點薑，用啲醋醃到一啖一食。分子小籠包不改皮兒薄汁多的本質，爆之後陌生的熟悉感讓人回味。其實大陸咁大，咁多唔同嘅城市，咁多唔同民族，同埋咁多唔同嘅食材，咁我食翻中國嘅靈感呢，我會好 proud 嘅。日本乾包。有些菜品貌不驚人，但卻是從未嘗過的全新味感。廚魔有個話句，味係王，所以最緊要好味。我做一件嘢一定有諗，希望會有機會攞到3星。如果你唔知道咩叫好食，你點樣可以煮到好食嘢出嚟呢？一定會去第啲米芝蓮餐廳食嘅，咁可以攞靈感，但係千祈唔好抄，因為我覺得如果你抄係好醜嘅一件事嚟嘅。這是坊間不可能嘗到的腸粉，看似正常的內裡塗滿了黑松露。這種中菜為體、西菜為用，正是加拿大出生、倫敦長大、香港背景的梁經纶最擅長的。日本牛肉、法國黑松露，想攞翻個街邊嘅標梨，咁有呢啲鐵碟嚇，咁就有啲蠟紙啦。我哋香港咧就好中意用牙籤我嚟篤腸粉嘅，咁所以俾翻呢個篤腸粉嘅感覺你。咁香港咧3大名菜，我覺得咧就係客家菜啦，三文魚就用梅菜醃咗佢先嘅。第二個大菜就係潮州鹹梅汁日本北海道帶子。第3粵菜，一個加拿大嚟嘅牡丹蝦。伴着味道而來的，就是一種時光的穿越。咁我哋細個咧就好中意喺香港仔度食海鮮嘅，呢個就係香港仔嘅味道啦。香港仔是梁經纶盛滿童年回憶的地方，這裡很能滿足兒時的好奇和嘴饞。舊時我記得佢細個嗰陣時咧，就呢啲全部都係船上人嘅，到呢度有白灼蟹，有蟹啊。梁經纶因為實在是喜歡鑽研美食，只能在家裡做菜招待朋友。我好中意請客，好中意 show off 㗎。佢請咗啲朋友成萬幾蚊一圍㗎啦。咁嗰時你都唔識做廚，你買嘅嘢乜都係貴㗎啦。未上過嗰啲廚師學校，未拜過師。咁我煮咗出嚟，咁佢就覺得好食話，哇，仲好食過餐廳喎。咁我話好蠢嘅，信佢嘅。所以如果咁樣諗，唔係話嘥錢，唔係話用好多錢請人食飯。其實呢時間咧係俾自己練下習，俾自己一個信心。就這樣，從未接受過正規廚藝培訓的梁經纶，從家裡開始了他的廚藝生涯。係好後期先
人哋嗰個請唔到廚師先揾佢做嘅啫。一脚踏入饮食江湖的他，从熟悉食材价格开始。幾錢一斤啊？你唔送貨㗎就買？送貨㗎，喺度買。俾張卡片我得唔得？真係好香啊！舊時咧呢度全部滿晒船啊，啲疍家人喺度住㗎。你諗下，朝頭早起身見太陽，又可以食新鮮海鮮，哇冇得頂！梁经纶并非不知道疍家的辛苦，只是同时打理包括上海米其林1星在内世界各地的10间餐厅，日程表塞得满满当当。看到渔民简单的生活，霎时有些向往，但霍星最多华人主厨的壓力，讓他只能依舊選擇忙碌。第一個餸 set 好晒喺度 ，OK？ 第二個餸你都係 set 好晒喺度㗎啦。咁第三個餸咧就俾15分鐘 warning 你 ，OK？ 你一 delay 咗咧，你就冇咗15分鐘嘅係好大個 delay，OK？ 俾啲粉嚟唔該，啲粉喺邊？唔好落住啊，唔好落住。點解有啲有水喺度嘅會？用啲紙抹晒啲水出嚟。冇方冇精。喂，要加氣，有冇加氣？一進後廚，一切的不完美都讓梁經纶難以忍受，他變得敏感易怒。你唔信得過我就唔好揾我做 ，OK？ 我要6個 macaron， 俾鉸剪，但要碟，要成，要牙籤。有冇呢啲 touch shell 喺度啊？仲用晒啦，喂，你叫佢攞啲 pastry chef 乜撻都得，叫我攞幾個撻落嚟，得。但係你即係總之你到時你同我搞掂佢啊！因為想法多樣又追求極致，梁經纶每天只睡4個小時。你越快 understand， 你咪越快可以變咯。最緊要係要用腦嘅啫。如果你個人識用腦咧，你做咩都成功嘅。梁經纶最愛做的事情就是隨時觀察，讓靈光湧入腦海。他獨創的菜式，正是他感知世界之後的表達。作為老牌5星級酒店的行政總廚，張志強雖然製作過無數國內外政要的來訪宴席，但這次準備的博古斯世界餐飲大會有些特別，因為要招待包括米其林星級廚師的同行。4個月前，菜單剛剛敲定。最終，張志強在5道菜裏負責的是1道湯，他決定用傳統湯料來煲一鍋豪華的老火靚湯。加埋有成15、16種嘅，嗱，好似魚肚啊，所以有啲咧就唔係咁襟煲嘅，咁我哋會分開個火候嚟煲。翻滾中的老火湯將在4個小時後供應給現場嘉賓。溫度是粵菜比較講究的，如何讓全場600位賓客品嘗的時候入口剛好，這是一個需要配合的大工程。阿希，你除咗攞嚟之後，睇下幫我手下個個有冇係咪齊晒？我哋一陣間再滾翻去。唯一滾翻肯定夠熱度嘅，基本上出到都仲係辣嘴可以。多都唔多好多啊！The first cuisine is Porter steamed chicken with black shell. 終於輪到張志強的一品天香湯登場了。唔等於你話做慣咗你要放鬆，你每一次都係當係第一次咁做，個人咁樣繃緊咗咧，咁你啲嘢先會相對會去穩定同埋唔容易出漏咯。做了24年的行政總廚，比起這些大型的宴會，張志強更重視自己工作中的日常。
传统菜的制作最考验主厨，因为既要尊重原来的配方，又要适应现代人的口味。张志强在传统粤菜的看家菜式烤乳猪的肚子里做起了文章。我哋係用糯米啦、粟米啦、野米啦、蝦米啊、薏米，有成7種嘅米咧，加成10幾樣嘢咧，做成呢個餡，去釀落一隻乳豬裏邊。咁我哋就係想喺原有基礎上有所改變，所以我哋選材咧就用5斤半左右嘅乳豬。說起入行，1984年，廣州剛剛開始有了第一家涉外酒店。此時，18歲的張志強正在2個單位之間抉擇。嗰個時候好多人比較貧窮啊，揾多啲錢啊，同埋食得好啲，對於我嚟講係一個首選嚟嘅。如果一比較之下，咁當時海關嗰度係得幾十蚊，咁花魚嗰時當時都成零頭都多過佢咯，100幾蚊。剛踏入廚師行業的張志強對烹飪學習很是痴迷。啱學咧，好樣都好好奇啊！有啲嘢真係唔識。當時係個總廚嗰個香港師傅，啱入到嚟，因為佢好嚴格對我哋，咁佢覺得係邊個喺度偷食咧？邊個咁大膽嘅咧？如果佢認為我咧，就當時一定係炒到我噶啦。咁我都好多謝我廚房個師傅，佢就自己承擔咗落嚟咯。咁如果當時冇人理我係我，咁我就俾人炒咗啦。彼時的廣州，5星級酒店的總廚大多來自香港。咁啊，所以當時我哋都係要跟住佢哋做嘢啦。在香港師傅營造的氛圍裡，粵菜根基不變，但口味發生了變化。香港嘅師傅帶嚟嘅咧，夾雜咗一啲西式嘅、日式嘅好多原材料啦、調味料啦，同埋一啲唔同嘅口味，相比當時嘅所謂傳統嘅粵菜，佢係會多好多新鮮嘅嘢咯。在眾多名師的指點下，很快好學的張志強開始在廚房獨當一面。1989年，23歲的他到一家外資餐廳做行政總廚，主打新派粵菜。90年代進入有58年歷史的東方賓館，這一做就是25年。喺紐約最出名嗰間中餐廳，咁後尾翻到嚟，咁我自己先調咗個味，然後按照自己嘅思路，再搭咗啲香料添。我感覺啊，更加豐滿啦，亦都適合呢度啲人食。不論是自己創新的炒龍蝦，還是傳承40多年的名菜士師雞，他都會鑽研出自己的一套烹飪方法。無雞不成宴，廣東民間各類雞場暗藏絕招。張志強工作之餘最大的愛好就是去探訪食材本源。聽說台山有種雞會上樹，張志強準備一探究竟。一層層佢自己飛高啲，再飛高啲，一路係越高越師傅咁啊！你睇住，你睇啲炸彈啦，睇炸彈啦冇。佢呢啲咧，嗰啲爪咧，真係掌咁抓住個樹丫，咁佢跌唔到落嚟嘅，佢瞓成晚都得噶啦。生蛋咪跌落嚟跌爛？唔會，佢基本上嗰啲雞咧，我俾啲蒸好入邊食咗，佢切咗。所謂的傳統，無非是總有些人對這個味道念念不忘。一個好的主廚總能發現每一代人到底為什麼才念念不忘。首先你做一個廚師，你會去到一笪地方，點解好唔好食咧？係師傅啊，定係原料啊，定係佢本身個地域出到嚟嘅嘢係咁樣樣啊？有好奇心，你就要好學啦。咁你學下點解會咁樣？點樣可以做得更好食？同埋佢本身呢個做得好食，你諗下點樣可以做得更好食？有的那個粘液是有毒的。沒有。裝飾蛋糕的，所以一定要嚴格。身着古裝行走在街市的浩儀，從來沒有覺得不自在。就像他自創的養生蛋糕，別人眼中的異類，只要自己認可，那就是正常。作為自學成才的糕點師，
做蛋糕的初始原因只是为了自家妹妹。就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去不同的小餐厅去收钱，基本上每天的工作时间结束就是晚上11点、12点。吃东西基本上1日3餐没有个正点。浩仪是陕西渭南人，和妹妹的感情从小就很深。但我爸那时突然间就不在了，家里实在是困难哈。我就远远的看到一个小小的小孩，嗖跑过来。那个杏子给我的时候，我拿起来一看哈，都是口水牙印，肯定是好多次想吃，但是没舍得吃。他把这杏子留给我。妹妹爱吃蛋糕，但奶油色素能否用天然的食材替代？学医出身的浩仪一头扎进这个想法，但发现无处可学。老师就觉得不可能啊，你没有面粉，没有糖。你还不用奶油，那你怎么可能做蛋糕呢？所以我干脆就没有再找老师了，自己去研究食材的特性。比如说，你像葛根，它是容易粘在一起的，但是呢，杏仁粉呢，它是容易发的，烤出来的东西不成形。那么就利用它们之间性状的互补性。浩仪发现，研究下来，好不容易材料配比正确，但口感又丧失了。半年的时间，上千次的试验，面对的依然是失败。你做成左一点右一点都可以，但是你要做到好呢，它是真的有一个黄金比例吧。终于有一天，一时异想天开的一道方子，反而做出了模样和味道。醒了之后说，哎，我这个想法看看行不行？2点钟去搞的，搞到3点半，整体的粉的东西只差了5克，你就刚好你不小心找到那个比例，成了。浩仪为配方申请了国家专利，并在广州正式开始了糕点主厨的生涯。很快，爱美的浩仪不满足养生但素颜的蛋糕。4年前，他开始为蛋糕设计景观。哎，大家都来一下。好，来吧，大家看一下。客户呢希望我们做一个长的山水蛋糕。我突然想到呢，可以做一个山水的长卷。好看，但是难做吧？应该。我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要求，就是要出现广东特色。所以我觉得陈皮肯定了。我们到时候把陈皮和黑芝麻做成2合1的。老大，你加油。妹妹心疼姐姐，需要挨夜早起的活，能自己上的就会让姐姐休息。凌晨5点，她就和姑娘们一起忙开了。5个小时之后，1米3长的蛋糕坯终于完工了。为了味道的层次，不用面粉的蛋糕工法更费时复杂。偏爱新会陈皮的浩仪，总能把这款广味材料恰如其分地用上。这个下面呢是陈皮和黑芝麻，上面这个是陈皮蛋糕，2个是一体烤成的。拿几个过来？拿2个来。这场全新的现场制作，在食材安放上桌的那一刻，考验才刚刚开始。浩仪能把简单的近乎涂鸦的图纸变成山水景观蛋糕吗？少少的。先挖河，再布山，凭借想象稳步推进。你想好了哪一些可能可以，但实际上你去发现那个树或者那个花，比如说比例不对啊，颜色不对啊，其实是最大的压力。微观造型全凭手上控制，容不得半点失误。天然食材容易氧化，一旦出错，连推倒重来的机会都没有。姐，我先把这一段的可可粉先筛上啊。拿小筛筛，那么大的筛的到处都是。那就拿这个吧。可可粉装饰大地，抹茶粉浮绿高山，一场别样的绿化工程正在展开。这
植树造林，福泽万代，咱们这都。哟，感觉好像租来的，急着还一样。几千次的躬身之后，高山植被在指尖下逐渐长出了模样。哦，终于完工了。方寸之间，山水流转，牛油果混合铁棍山药的路面，黑芝麻陈皮的山体，椰蓉酥的山丘，释迦酱的碧蓝湖底，蓝蝶豆花的清澈湖水，很难想象，它的制作者没有任何美术和厨艺功底。都舍不得吃了。我再给你切一个。我觉得这个蛋糕松软。这个蛋糕呢，因为它没有面粉，没有白糖，没有奶油、黄油、色素，随便吃。因为崇尚传统养生哲学，他终年着古装长衫，他的糕点也长成了他喜欢的东方的样子。好怡，透过味道见到自己。味道有时会成为时间和记忆的唯一符号。瑶山延续600年的盘王节，除了歌舞，传统美味则是另一重期盼。深藏在重重山峦之中的马头冲村，瑶族大厨盘剑三选择成为味道的传承者。他准备的是一道濒临失传的瑶家美食，还沿袭着传统农耕的瑶族山区里，一块完整的牛皮并不容易获取。1个月前，盘剑三就早早地开始寻摸。一张完整的新鲜黄牛皮重达60斤，湿湿滑滑，想完全展平也不容易。哎，给老张。好，能雕。可以。好。晾晒了1个月的牛皮缩水到23斤，将被做成非遗美食牛皮酥。牛皮成为食材路程的起点，就是烧制去毛。好的肉就给卖掉，剩下这个牛皮啊、牛杂啊这些，没人爱吃，就只能够把它风干。当时也没发现这个东西是能吃的，有亲朋好友来了嘛，没有东西可吃，哎，拿下来烤烤，拿那个木锤敲敲，再一煮，发现这个味道不错。烧制的过程很是严格，需要即烧即敲，要不怕烫才行啊。如果吃了锤，胶原蛋白就很硬，再锤下去的时候，它就全部碎了。锤完还要泡，太麻烦了，所以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学了。8个小时的浸泡，此时历经磨难的牛皮才算完成食材身份的转化。那年呢，就刚好周三毕业了，当时呢就雕了好像78斤吧，好不容易才回到家。从那里开始，我就想，真的必须想办法，一定要走出去，一定就不能够再做这个事了。能干到的就在外面那边最远的那个山下去那里还有，然后这山背后那里还有。走出去的盘剑三带着厨师手艺回到故乡，传承了瑶菜，成了村里的头号能人。村里人有啥大事儿小事儿都会找他拿主意。其實你慣別多哋拜邊，後面啲都本嚟個咁樣教嚟變卦啲未夠當我都講，家用嚟啲龜頂嗰啲頂咧。都按用的，按用为啥么要改那种用？你特別啲慣咁啲門都單啦。那係過兩年就嘛，佢養嘅幾句所以肥啦，咁我你咁樣睇咁樣來下條喺先咁咯。一大早，盘剑三开始邀请客人。今年请客的对象有些特别。
翻嚟你嗌聲得啦，嗌上我條料。對，那個你翻嚟嗌聲得啦。籃球場的修建，对地无3尺平的山区是大事儿。潘建三明白，没有在节前如期完工，乡亲们的心里有点堵。这个球场很多该让地的让地，村民呢也付出了不少。我想给他们鼓鼓劲。村里的大小事情，潘建三的妈妈都很清楚。儿子要办件好事儿，他更得帮忙。妈妈呢，什么事都操心。在村里面红白喜事啊，她都能去帮我们去协调好、处理好。村里现在年人均收入7000多元。比起之前的苦，生活已经是好太多了。20多年前呢，回到我外公外婆那里吃饭，外公呢就将那个煎猪油那个猪油渣就给了他，他一直都不舍得吞下去。吃完饭了以后，回到家里还含在嘴里面。如今的宴席，肉菜绝不罕见，不过眼看就要开席，大菜猪手还坚挺地躺在锅里，潘建三有点煎熬。我呢，猪杂的速度啊，很严重哦。我比顾时间了，菜要趁热吃，最黄金的制作时间留给今天的主角牛皮酥。牛皮酥的最佳伴侣是炒过的干黄豆。经过焖煮的牛皮和黄豆有着同样筋道的口感。最后再撒上另一味必不可少的神秘香料骨料。这个时候，色泽金黄、香气四溢的牛皮酥才算大功告成。习惯了忙碌的乡亲们，明明是被宴请的对象，但每个人都自然地找到了自己能干的活儿。猪杂汤、芹菜蒜段烧土鸡、黄花菜蒸腐竹，这些地里生乡里整的姚家菜，终于挨个上席了。嗱，我見過佢啊，電話有冇？咁啊，哋同啲南方人，嗱，本都係跟晒咗，本來用嗌嘅本胡椒嗌你度條，其實佢啲人都叫你條咗。好，開咩啊？開始公話就打起來啊！村民们只要聚在一起，就好不热闹。在重重的山峦间，在冬日的篝火旁，这个小小的村落，因为乡厨潘建三，聚集成了一个温暖的光点，正如他们的祖先曾经做过的那样。广州最南端，大珠江出海口处，停泊着的庞然大物里，将展开一场场的美食盛宴。你干啥？他在里面的可以。作为最早在邮轮工作的元老级厨师，罗南昌和他的360名同事一起，要负责3000多位游客的飲食。就基本個你要怎樣做，這你要明白啦。水果全部要洗乾淨。我哋嘅美國標準衞生會每個禮拜會過嚟檢查。作為餐廳的靈魂人物，主廚們決定着餐廳的出品。試咗張菜單啦。喂，花魚幾大條啊？好冇？牛展做咗未啊？松子魚、盤菜。盤菜我做，燉湯我做。兩樣你做。今年60歲的副總廚羅南昌是馬來西亞人，已經在船上工作了30年，常年和不同地區的廚師打交道。
英语、粤语、客家话、潮汕话，罗师傅张口就来。一隻包皮，椰汁唔啱，我拿嚟裝乜雞啊？裝五孫咯。這裡是中央廚房，廚師有馬來西亞、有中國、有印尼、有緬甸的，還有菲律賓。我們請的廣東師傅比較多。5 for the cool for the 北京教授。我哋還沒開有 break。这座移动的5星级酒店厨房，和地面厨房最大的不同，就是没有明火，所有食物的烹制加热必须通过用电来完成。特別安全。我們的電力也是很夠，而且熱得特別快，它一下子上到180度。电炉温度高，虽然能满足厨房烹炒煎炸的各般武艺，但对于讲究镬气的食客来说，或许不太圆满。擅长炒锅的罗师傅用了一辈子电炉，做了太多让食客赞叹的美食。他不仅觉得口味完全无差，甚至更偏愛用電爐。因為酒店嗰啲廚房行煤氣特別熱嘛，因為我哋船上得乜行電嘅，廚房又冷氣又成，又唔會熱。扒房吱吱作響的牛扒，歡快蠕動在鐵板燒上的海鮮，還有廚師們花俏賣力的表演，組成了海上引人入勝的樂章。不過，在遊輪最被重複喜愛的音符，通常是粵菜。專做粵菜的羅師傅，不知在海上帶了多少徒弟。而且啲後生仔全部上嚟嗰啲20零歲啊，他媽我哋當個仔咁教導咯。一直很油，現在好多了。羅師傅的一雙兒女早已工作，也許是想彌補少陪子女的遺憾，羅師傅特別偏愛這個來自河北的小徒弟。今天，他要把客人經常點的菜式再演示一次。我們吃的松茸炒1塊，不可以炒過火，而且松茸的味道在那邊，吃起來特別香跟滑，啊，知道嗎？明白。星梦游轮在大海上飘荡，后厨不断生產，美食驚喜，24小時四地盛開。但遊輪食客對餐飲的期待值，會給主廚們更大壓力。你冇再攞過啦，冇問題㗎嘛？美食的製作者們全天在封閉的艙體空間，感受不到日夜交替的變換。他們唯一關注的時間是何時食材補給。因為我哋船上每一水我哋都有3500至4000個客仔。我哋今日我哋上貨上菜啊、肉啊、海鮮啊，一個星期入2次咯。遊輪上工作，半個月才能休假1次。羅師傅慣常的休息方式就是看海。在廚房太久了，休息時間來外面吹下海風。在船上也有想家。屋企人都有講下啦，咁中意做事，我講做事非常之好，行兩步可以翻入廚房，又可以做工，又唔使塞車，解釋俾個老婆聽，覺得佢都冇得好講啦。在遊輪，工業化的流程並未導致口味的妥協，技術的投入、得力的管理，帶來的是標準之上的口感。在限制中追求極致，讓每一個食客滿意，這正是不善言辭的羅師傅們一直的追求。揸
緊時間啦喂，兄弟，4點半啦，你婆婆就嚟食飯㗎。这是一间极其特别的餐厅。3年前，杨国雄辞去了餐饮集团主厨的高薪工作，选择在这间西食堂掌勺。走埋啲鯇魚嘅。我哋主要服務對象就係啲公公婆婆啦，低收入家庭嘅人士啦。这间餐厅的特别之处是用即将过期和赠送的食材做盒饭，而所有的盒饭都是免费派送的。繁华的香港背后，每6个港人就有1人活在贫困线下，有的老人甚至一天只能吃上1顿饭。但同时，香港每天有3600吨弃置食物。7年前，回收食材再加工的西食堂应运而生。姐姐你好，小朋友你訂嘢餸啊！好，多謝啊，多謝晒啊！西食堂从有自己制作盒饭的厨房开始壮大。作为曾经的高端餐厅的主厨，杨國雄太清楚食物如何被浪費。如果你喺食肆出面做咧，你咁肥啲人點會要啫？點會食啫？你睇下咁大嚿嘢，可能得咁少係用得嚟，所以呢啲佢哋唔會用啊，佢哋捐俾我哋。要讓這些非優質食材變得營養美味，最關鍵的是要做好食物挽救的源頭工作。呢度得㗎，好唔該晒。我哋頭先收咗3個地方㗎啦，2個跑馬地咯，仲有個西環咯。會展中心剩餘的熟食，超級市場賣剩的果蔬和臨到期的凍肉，從早到晚，義工們以最快的速度搶救可再食用的食材。幫我哋切啊、洗啊、搬啊、得啊咁樣，日日都嚟嘅喎，有啲仲係，佢嗰啲冇錢嘅喎。收回來的肉菜經過層層篩選、分挑，再送到西食堂的2個中央廚房。主廚楊國雄拿到食材後，並不會第一時間開爐，而是拿出筆記本。食安咧會留意翻呢度嘅日子嘅，因為有陣時未必夠貨噶。好似我出北菇雞，未必嗰日夠北菇雞俾我出嘅。咁如果真係唔夠咧，或者變咗雲耳雞咁樣咯，或者變咗榨菜雞咁樣咯。所以一定要諗多1-2個。理清了食材的品種、類型和新鮮程度，再經每週的例會來制定菜單。這個不尋常的管理方式延續了7年。係攰嘅，但係都開心嘅，做得起。呢度你見到我哋都冇停噶，你見到我哋都冇停。但係呢度諗起啲受惠者，你即係會盡心啲做啊，盡心啲做。每天早上8點，西食堂的後廚開始高速運轉。短短的3個小時，在100多平米的廚房，楊國雄他們要變出8000個熱氣騰騰的盒飯。不是按菜單採購，而是根據也許完全不搭的材料製作菜式。這是做西食堂的主廚最大的不同。我哋做啲嘢就係比較繁複啲嘅，又好有耐性咯。呢個位曾經請咗成年咧，不停咁樣轉。今天午餐的主角是白汁玉米腸仔燴肉粒。呢個菜其實仲有咩特色嘅？最主要我哋收翻嚟嗰啲材料咧，就係需要咁樣配搭嘅啫。淨係已經俾腸仔啲婆婆食咧，又好似好寡同埋好單調，又唔係幾健康咁啊。出面做咧就會再加啲雞品啊，加啲糖啊咁樣。咁我哋就唔需要啦，因為本身個汁同埋粟米都好有味。咁我哋唔可以太多汁嘅，因為咧我哋要入翻落焗爐咧，如果你太多汁咧，佢飆晒出嚟咧，我哋執茶粒嘅時候咧就會好論盡。雖然是根據回收材料搭配食材，楊國雄同樣注重健康。一份枸杞雲耳蒸肉，清清爽爽。免費的食堂並不影響細心的定製，特殊菜式在這裡一一分類。
随着附近老人的陆续到来，杨国雄和同事们开始了一天当中最繁忙的时刻。如果有綠色菜咧，我哋呢個世界綠色菜，底角咧就係白色菜。熱飯送到老人家手上，要保證每一份的溫度是一場考驗。有陣時啲飯我哋都要試下睇下會唔會太乾或者太爛。如果個溫度唔夠，啲細菌都會滋生啊嘛。嗱，希望可以做60零70啊。11點30分，部分盒飯被義工們派送到社區，而另一邊，老人們已經開始吃上愛心飯菜。7年裡，西食堂已回收超過4800公噸剩餘食物，派出620多萬份愛心餐和食物包。楊國雄用自己手中的大勺和伙伴們一起踐行惜食的意義。人和味道的相遇，注定還將延續。不同的味道，折射着不一樣的人生。但為味道而生的人，他們的名字才叫主廚。